金玉其表，败絮其中。皇上还在为国库空虚的事忧心，何止是忧心？延州一战，虽是击退了夏军，但也打光了银子。这几天的折子，没有一个不是向朕催银子的。军费、官俸、灾款，年年水涨船高。朕已经把和你姐姐结婚的银子缩减了一大半，可还是填不满一个省的空缺。我大宋的江山和这池塘有什么分别呢？冗官、冗兵，泛滥成灾，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。他们除了张大嘴要食，就会去搅浑水。朕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罢免，换个满池清净。怕就怕，这鱼还未净，皇上就先一步溺水了。恕臣斗胆直言，皇上现在水性尚浅，还不足以鱼死网破。难道要朕坐以待毙吗？未必。你有何高见？春闱在即，皇上何不在这个鱼塘里撒些有用的鱼种？待它们长大了以后，替皇上扫清道路。春闱，你指的是科举？正是。那是为了你爹和王延龄养的清道夫。皇上，要是换了养鱼的人呢？换谁？范仲淹。朕找二位来，是因为整个朝廷只有二位没有私心，马上就要科举了。这是朕做皇帝以来第一次科举会试，如何才能为我大宋招纳良才？朕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皇上，我朝科举是沿袭前朝风气，以诗赋取材，考生们不得不挖空心思研究音律、词藻、典故，而忽略了经世之道。臣以为治国应讲求经世致用，唯有策论优秀者，方可着以高地。重策论，轻诗赋。要想使天下安定，必须让你的臣民吃饱肚子。百姓们需要的是能让他们安居乐业的父母官，不是只会吟诗作赋的才俊。重策论，轻诗赋，就能为我大宋招纳良才吗？能？不能。为什么？范大人的主张若没有完善的科举制度，难以公平举贤。徇私舞弊如何招得来贤才良臣？臣认为，除了范大人的主张，还有更重要的。什么？公平。怎么个公平？首先要糊名，考试结束后，考生的姓名、籍贯、家世等内容要密封起来，以防考官收取贿赂后以名取士。密封姓名，笔记和记号也能作弊。考生的试卷可由誊录官抄写后进行评阅，以防考官根据笔记或者是事先商量好的记号辨认考卷。如若誊录官也受了贿，调换试卷或改写试卷呢？可再设对读官，专门负责校对评阅后的内容与原卷是否出入。如若如此，不如干脆所愿。主考官员一经任命，直到考试结束之前，都要住在贡院之内，杜绝与外界的联系，禁止一切闲杂人等入内，将漏题和行贿扼杀在萌芽之中。好，防患于未然，妙。不妙。哪里不妙？欲变革科举，若不能从根本上去除顽疾，一切都是空谈。什么顽疾？投门生，结党营私。如何消除顽疾？制定律法，权臣举荐的官员失职无能、贪赃枉法，追究举荐人的责任。范爱卿，臣在。你来主持科举，为朕招纳良才。臣接旨。包爱卿，臣在。你来起草律法，为朕消除顽疾。臣遵旨。
三叔，怎么跟猫似的，没一点动静？来，过来帮三叔瞧瞧。哎，我这右眼闭上了没有啊？没有。知道的，你是在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抽羊角风呢。就要科考了，书读得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。那还不快去读书？三叔，求您帮个忙呗。什么事情？听说今年主持科举的是范仲淹范大人，他不是您最好的朋友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听说这一次是重策论，轻诗赋，不知是重什么策论？您帮我问问呗。三叔，不是我不用功读书，也不是想走什么歪门邪道，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苦读诗赋，范大人他说变就变，我这么多年来不是白辛苦了吗？你觉得三叔会帮你去问吗？即便三叔真去问了，范大人也不会说。正是这样，我们俩才能成为好朋友。臭味相投，跟您做一家人真是倒霉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您这辈子都练不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死了这条心吧。干脆啊，让我娘给您缝个眼罩戴上得了。天地压，万物浊，圣人发。等一下，这怎么听着耳熟啊？回皇上，出自《荀子·伦理》，原本是“天地合而万物生”。这考生把“合”字改成了“鸭”字，把“生”字改成了“浊”字。这后面的“圣人发”应该是考生借题发挥的。这种哗众取宠的考卷，也敢拿来举荐？王宰相，恕臣愚见，臣倒以为这考生措辞大胆，精辟求新。就拿这“浊”字来说，一字双关，既蕴含了植物新生的样子，又有壮盛壮健之意。天地交合，万物茂盛，难道圣人就自己长出来了吗？动辄三皇五帝，尧舜禹周，看似浮华淫巧，实乃迂阔荒诞。既然要以策论取士，何不多一些真知灼见？此文通篇论及万物本源，答非所问，与现实是风马牛而不相及。如果任由此种学风增长，岂不把天下学子引入歧途？各位爱卿，都倦了吧？今天就读到这儿吧。传旨下去，让主考官们以后阅卷谨慎，杜绝此类文风滥竽充数。臣遵旨。且慢，皇上，科举乃江山社稷头等大事。皇上既然发现阅卷的考官出了问题，那臣建议把他们统统罢免掉。王宰相言重了，朕不是这个意思。
那皇上的意思就是范大人的改革出了问题？朕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就奇怪了，阅卷的和改革的都没问题，难道问题出在天下学子身上？那皇上的意思是，我堂堂大宋连个栋梁之才都没有吗？有。有什么？皇上，王大人，据臣所知，在武举的考生中，有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武举。哎呀，别跟着我了，跟你说不行就是不行，别再来烦我了。不是，我出双倍的银子。你出多少倍银子都没用，姑娘们不想唱你的诗赋。他们那些酸词烂调的天天唱，我的诗句句发自肺腑，他们凭什么不唱？因为你的肺腑太肮脏。我不跟女人一般见识。我出3倍银子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真是，那我就勉强答应你吧。我去跟如烟还有柳絮商量一下。先说好了，如果他们2个都不愿意，那我可就真没办法了。他们俩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们俩唱我的诗。整个天宇楼就他们俩不识字，我还得去碰碰运气呢，看他们愿不愿意。他们愿意，我还不愿意呢。小爷我自己唱。故君有统理天下之权，而实为天下所受。人君所经其事，皆因天道。就是为了让考生能够把百姓放在首位，为国之担忧分愁，为黎民百姓出谋划策。而这个试卷中处处讨论的是君权之道，实乃是本末倒置。怎么本相越听越糊涂啊？谁是本，谁是末啊？民为本，以下犯上该当何罪？当斩。那天下是谁的天下？是天下的。先天下究竟该王者先，还是民者先？皇上贵为天子，但天子并非天下。正所谓，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那天子岂不是天下第一大管家了？不是管家，是东家。